梦，这一次日本发生地震之后，也让日本人认清一件事情，原来台湾人跟中国人真的本质上面差很多。为什么？他看到这画面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一直在看福电视的这个画面，就福电视说，日本人傻了，他说，地震发生不是应该躲吗？台湾人竟然去帮忙在日本的旅馆把电视给扶好的。是患难见真情哦，这个真情当然有好也有坏。你知道，在这个日本地震发生之后呢，有6个字登上中国的微博热搜，叫做"日本近海地震"。那日本就想要去看一下，中国人到底是怎么看这一次的地震？结果你知道，一看不看，还有一看气歪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嘲讽，甚至还有诅咒的言语哦。譬如说，他说希望海没事，然后甚至还说晚上看到这个消息大快人心，狗日的遭报应了。还说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人在做天在看。这看在日本人眼里，当然觉得很痛苦。所以相较之下，你知道吗？你刚讲的。台湾人在日本的表现就让日本人相当窝心啊，对，因为在地震的时候，有4个台湾人在日本的饭店里面，第一时间他们不是在避难，第一时间他们在保护日本饭店里面的电视机，因为这个电视机摇摇欲坠，所以其中2个台湾人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保护着它，避免它倾倒掉下来，最后甚至直接合力把它搬下来放在地上。它的这个非常快，它也直接把插头直接拔掉，没错，这也太快速了吧！所以反应相当迅速啊！那日本人看了在心里就觉得，跟西国人大不同，他马上就做反应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他在做比较啊。对，你讲你台湾人跟中国人不同，你跟中国人大不同。你讲西国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会庆祝啊。你看，他也知道中国人对他们是很有仇恨的啊。那相较于台湾人在日本饭店里面的表现，中国人在日本饭店的表现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把它剖出来，把这些照片放上来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，它不是灾难现场，这一个房间它是日本人住过的更正，中国人住过的房间啊。对，你看它餐桌上全部都笨手啦，塑胶袋啊啦要不然就是吃完的食物。你说这个是他们要退房的时候，整个全都是乱的。没错啊，这个清洁人进去之后，整个傻眼讲这里什么收在，这刚是温刀，所以日本对很爱干净的日本来讲，一动没掉啦哈。好，那日本人其实也跟中国人也蛮不尊重日本人的文化，譬如说他去日本祈福的时候呢，求签诗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我们一般求签诗会投个100块日元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知道他给人家投明钞啊，他丢名字进去。对啊，所以日本人能够接受吗？他是说你不尊重人家，而且他也觉得很怀疑，说你投明钞，你接下来会祈福还是祈到厄运呢？接下来日本人呢？它有一个香川县，高松市，它有一个国定的历史遗迹叫做高松城。那上面当然就是有很多的石墙嘛，直接在人家的古迹上面写小日本，完全不尊重人家，而且还嘲讽、讥讽他，甚至是蔑视他，那这种行为对日本来讲，他当然是很不欢迎。所以中国当时要发布制裁日本的观光业的时候，你怎样？你不能奏下，你怎样？拍手做一个 AI 影片，他说别来日本。还做什么中文版？还有歌的吗？哪有歌哦？对，放这个歌怎么样？给中国人听。你看，他除了有日本字幕，还有中国字幕。不要插队了，对，不要做这。他讲了几个，你真的看得比我心有戚戚焉。他说不要踢路啊。因为日本人发现中国人去那2个时候会踢路，对，然后不要转卖，因为中国人去日本会扫货，扫货就带回去带回去中国卖，对日本来讲很困。中国人知道自己这样的行为不妥，其实他们是知道的哦。对，那他们既然知道自己不妥，所以他们去日本就会相对谨慎。结果没想到谨慎到，当他们去了餐厅用餐的时候，他们居然假冒成台湾人。等一下想到成台湾人，没错啊，日本别人问你说你从哪里来，我台湾人。对啊，日本很有名的这间这个寿喜超名店叫三岛亭哦。三岛亭它其实我们有时候去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，它要做一些比较严密的规定。譬如说，它这间餐厅就规定说，你进去你一定要脱鞋，然后要穿袜子，而且你不能大声嚷嚷，你也不能用手机。结果没想到有2个中国人呢，就在里面，不止没穿袜子，就用他的臭卡修理啦然后接下来还在里面用手机，然后四处拍照啊。这时候日本的这个店员看了我欢喜嘛，就去问他，郑萌姐你都一来他说台湾，他说他们台湾人啊。结果你知道这个日本店员说什么吗？他说什么？他居然说你们不像是台湾旅客的，所以连日本人都可以分出中国跟台湾人的不一样。
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，全新出击。